饭给大孙再续1碗。瑞宝最近在长身体，1碗盆盆奶根本不够吃的。瑞宝拿着他的碗，想让爷爷给自己来1碗。在瑞宝的衬托下，最近辉宝这里的饭量都显得小了。辉宝学会细嚼慢咽了，吃饭不慌不忙，这仔细程度一点奶也吃不到外面。瑞宝看到爷爷不给自己续杯，转头就给爷爷送了1份大碗。瑞宝翘着尾巴走来走去，最后选择了铲在爷爷的面前。江爷爷表示，这真是视觉和气味双重冲击。据说姐妹俩现在的青团跟狗屎一样难闻。吃饱喝足，姐妹俩该上班了。盛熙阿姨拿着小零食，一点一点的给姐妹俩引诱出来。先出来的是瑞宝，盛熙阿姨用小零食让瑞宝停在了体重秤前。今天瑞宝的体重是70斤。瑞宝测完体重后，房门再次打开，辉宝从里面走了出来。盛熙阿姨将1块小零食放在体重秤上后，辉宝自己就停下来，乖乖测量了。辉宝的体重是78斤，辉宝体重现在还是领先状态。盛熙阿姨的工作完成了，趁姐妹俩不注意，偷溜回了房间。接下来是瑞宝、辉宝自己的上班时间了。姐妹俩结伴走出通道门，瑞宝出门后爬向了自己的小车，辉宝则走向了妈妈。不过最后，姐妹俩相遇在了贝贝树上。姐妹俩这是刚上班就想睡觉呀。这时室外园区的通道门打开了，爱宝听到后立马坐起身，毫不犹豫地走向了室外。而姐妹俩这里则由盛熙阿姨来接手。盛熙阿姨用1块小零食使辉宝老实坐好，然后盛熙阿姨开始了她的工作。到了最后放置爱宝胡萝卜的时候，盛熙阿姨给辉宝喊了过来，试图用动作迷惑住辉宝。盛熙阿姨虚晃了一下辉宝，赶紧给胡萝卜塞进了竹子堆里。盛熙阿姨这一操作很是成功，爱宝吃到了属于自己的且完整的胡萝卜。晚上下班，辉宝回到家后就躺下了。江爷爷走进来问辉宝今天玩得开不开心，顺便摸了摸辉宝的小肚子，这手感让姨姨们看了心生羡慕。哪个姨姨能抵挡住辉宝这小肚子的诱惑呢？昨天宋爷爷想给瑞宝背回家，但作为大熊猫的瑞宝不懂爷爷的意思，亦或是瑞宝想要公主抱，宋爷爷给瑞宝抱到独木桥上。瑞宝这小肚子是肉眼可见般的胖，将胖乎乎的瑞宝放到独木桥上后，瑞宝还懂礼貌地跟姨姨们打了个招呼。之后宋爷爷蹲好让辉宝跳上来，见辉宝不会，宋爷爷只好自己动手了。宋爷爷背起瑞宝便往家走。早上姨姨来到爱宝乐园时，乐园依旧是以一段欢快的小舞蹈开启了姨姨愉快的一天。而眼前这些努力奔跑的姨姨99%都是去看福宝一家的，因为在爱宝乐园只有福宝一家才拥有这样的流量。姨姨到达室内园区时，辉宝正抱着小木床的床头玩耍。辉宝的精力和福宝小时候一样，怎么用都用不完。而此时的瑞宝和爱宝已经进入了梦乡，母女俩躺在小滑梯上睡得很是香甜。从床头掉下去的辉宝又从床底下爬了上来。辉宝自己玩太无聊了，于是来到小滑梯上和妈妈姐姐一起玩。爱宝则用小腿阻挡着辉宝，表示让辉宝不要过来打扰自己睡觉。辉宝见妈妈身上这条路走不通，于是改道从姐姐身上爬了过去。辉宝踩着姐姐的身子来到了小滑梯的另一侧那空出来的位置上。辉宝给自己调整了一下，趴了下来，打算和妈妈妹妹一起睡觉。辉宝凑近妈妈的后背躺着，但辉宝躺着感觉还是睡不着。辉宝在小滑梯上来回折腾，翻来覆去的，一会儿啃啃手指，一会儿啃啃小木床。没一会儿，辉宝就给瑞宝折腾醒了，搞得爱宝也睡不下去了。爱宝坐起身，给辉宝按在怀里，给了辉宝一顿爱的教育。辉宝趁妈妈不注意偷偷溜走，跑去了小泳池。瑞宝看到妹妹在小泳池玩耍的挺开心，自己也想去玩。瑞宝爬上滑梯，坐着滑梯丝滑的滑了下去，然后跑去和妹妹会合。姐妹俩从小泳池里玩到饮水盆上，最后重新返回小滑梯。玩累的姐妹俩趴在小滑梯上呼呼大睡，而爱宝则安心的开启了自己的午餐。宋爷爷正在为瑞宝和辉宝吃奶，辉宝率先吃完，然后给奶盆推到一边，喊爷爷赶紧过来给自己擦嘴，自己要去玩了。早上爷爷来到房间给爱宝送竹子，而辉宝和瑞宝看到爷爷来了，凑到爷爷身边，开始在爷爷身前各显神通。瑞宝负责登高攀爬饮水盆，给爷爷展示着自己的腿部肌肉，而辉宝则是躺在妈妈的身边练习着吃竹子。辉宝和瑞宝一阵玩耍，像是给自己洗了个澡一样。一会儿，宋爷爷拿来毛毯来给瑞宝和辉宝擦身体。此时宋爷爷明显忙不过来了，盛熙阿姨前来帮忙，两人一人一只，很快就给瑞宝和辉宝的身上擦干了。擦完瑞宝和辉宝身体的毛毯不要着急扔，因为还可以用来再擦擦地板。熊猫宝宝所在的房间打扫完后，爷爷和姨姨们开始打扫刚才爱宝吃竹子的房间。爱宝今天的食量有点大，而且青团的产量也有点高。姨姨负责清理竹子，爷爷负责清理青团。
等所有房间都打扫完毕后，宋爷爷来到厨房为熊猫宝宝们准备食物。宋爷爷讲到，现在辉宝和瑞宝乳牙已经长了很多了，所以他们开始尝试咀嚼竹子。最后宋爷爷还表示有东西要送给姨姨们。宋爷爷从口袋里拿出来一颗爱心。宋爷爷是懂浪漫的。宋爷爷调制好奶粉后，给其端到了瑞宝和辉宝身边。现在瑞宝和辉宝吃奶是越来越乖巧了，谁也不抢谁的。吃完后就给奶盆推开，等待爷爷来给自己擦嘴。就在爷爷给瑞宝擦嘴时，辉宝开始了越狱，悄悄溜出了房间。好在爷爷发现的及时，不然一会儿辉宝都要跑去乐宝的房间了。爷爷赶紧给奶盆拿出来，给门关紧。吃饱喝足后，剩下的时间便是辉宝和瑞宝的玩耍时间了。瑞宝打算给自己补个觉，而辉宝这里则是一点困意也没有。辉宝觉得有点无聊，想给姐姐叫起来陪自己玩。辉宝让瑞宝别睡了，但结果辉宝叫着叫着困倒在了姐姐怀里。就这样，姐妹俩相互抱在了一起，一起进入了梦乡。宋爷爷正在辉宝房间拿着自拍杆和辉宝进行着自拍，辉宝则趁爷爷不注意咬了爷爷的袖子一口。宋爷爷提醒大家，天冷了，大家要注意保暖。不过看宋爷爷怀抱2只大熊猫的样子，感觉确实要比依依暖和许多。一会儿爷爷离开，晚上再来看熊猫宝宝时，此时瑞宝正翘着尾巴用力的拉青团中。瑞宝拉完青团后，和妹妹辉宝一起来到妈妈身边，趴在妈妈身边抢奶吃。一会儿辉宝率先吃完，跑去一边玩耍，而瑞宝这里开始了独自享受时间。爱宝看到瑞宝也吃完了，顺势给瑞宝按到身下，开始给瑞宝舔屁股。辉宝这边则一直在旁边折腾着。一会儿辉宝看到去隔壁房间的门要打开了，辉宝立马跟上妈妈，打算一起去隔壁玩耍。而爱宝则表示让辉宝在这房间里好好待着，不要过去打扰自己吃饭。第二天，圣希阿姨来为熊猫宝宝们打扫卫生，辉宝和瑞宝则在角落自己玩耍着，乖乖的不去打扰姨姨。而此时隔壁的201住户更乖巧，自己独立吃竹子，就算没人陪自己玩，也能好好的吃饭玩耍。而101住户这边则正在给自己挠痒，听到姨姨的声音后走了过来，和姨姨打招呼。圣希阿姨作为饲养员，同时也是福宝一家的忠实粉丝，和爷爷们一样，福宝一家每只熊的一举一动都给姨姨拿捏的死死的。圣希阿姨离开房间后，瑞宝和辉宝彼此陪伴着彼此，相互打闹，感觉比福宝自己小时候孤零零的幸福多了。辉宝给姐姐压在身下，瑞宝想爬起来，但变得艰难了许多。瑞宝猛踩妹妹的头，表示让妹妹走开，别压着自己。而辉宝则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，就是要黏着姐姐，和姐姐在一起。爱宝正坐在员工门口，喊奶爸出来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家。而一旁的辉宝则又在欺负南天宝。今天中午时，爱宝掐着点走向通道门口，让奶爸给自己开门，自己下班回家。而此时的瑞宝和辉宝姐妹俩分隔两地，一个在小亭子上，一个在小滑梯上。辉宝听到妈妈喊爷爷的声音后，从睡梦中醒了过来，但是又没有完全醒。辉宝在这半梦半醒的状态下，给自己卡进了树缝里。爱宝在通道门前转了一圈，没有看到开门，于是便又走了回来。爱宝走到小亭子上，给辉宝叼了下来。爱宝现在最会拿捏2个爷爷了，知道奶爸疼爱自己的宝贝孙女，所以爱宝下班点看不到奶爸给自己开门，就拿一个女儿过来当熊志，表示奶爸不给自己开门，自己可要揍你宝贝孙女了。不过往往挨揍的都是辉宝。爱宝走到奶爸的通道门口前，给奶爸下最后的通知，表示再不开门，自己真的要动手了。而辉宝一脸懵的坐在南天宝旁边，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了妈妈和爷爷之间谈判的工具。果然爱宝的这一招是管用的，很快爷爷就给爱宝把通道门打开了。爱宝抛下姐妹俩独自离开，而瑞宝从始至终都在小滑梯上睡觉，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和其没有关系。而与此同时，福宝也出门营业了，此时正在室外园区散步。福宝围着园区走来走去，感受着室外园区新鲜的空气。随着福宝回国的日子将要来临，对韩国的姨姨们来说，见福宝的机会是见一面少一面了。不过等福宝回国后，也欢迎韩国的姨姨们来中国看福宝。